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再次回应2月14号台湾撞击大陆渔船致渔民死伤恶性事件。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这一事件严重伤害两岸同胞感情，我们绝不容忍，也绝不姑息，严正要求台方尽快公布事实真相，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至今已经30天了。台湾方面依然未对事件的发生的过程和真相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而且在回应社会各界关注质疑的说法上前后矛盾，漏洞百出，态度更是出尔反尔，显示其根本就不想解决问题，反而在不断制造问题。岛内各界和舆论对此早已口诛笔伐。民进党当局不反思检讨自身问题，试图通过歪曲抹黑遇难者家属正当合理诉求来转移焦点，推诿卸责，令人愤慨。对民进党当局无视大陆渔民生命财产安全，伤害两岸同胞感情的粗暴行径，我们绝不容忍，绝不姑息。我们再次严正要求台方尽快公布事实真相，严惩相关责任人，向遇难者家属道歉，满足遇难者家属合理诉求，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陈斌华强调，企图拖延时日、蒙混过关，是打错了算盘。人命关天，明明是台湾方面粗暴对待大陆渔民，导致渔船翻覆，人员死伤，但事发至今，家属连一句道歉都等不到，连一个真相也得不到。台湾方面还在以所谓的调查程序来拖延问题解决，以所谓执法来推诿卸责，他们才是真正的三无：无情、无义、无理。民进党当局只有正视问题，端正态度，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214恶性撞船事件的善后协商才能重启。企图拖延时日、蒙混过关，恐怕是打错了算盘。当地时间11号，中国、伊朗、俄罗斯安全纽带2024联合演习拉开帷幕。这次演习位于阿曼湾附近，以共创和平与安全为主题，旨在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安全。尽管此次演习为3国年度例行计划的正常安排，但当前巴以冲突外溢导致的红海局势升温，让此次联演备受关注。根据年度计划及三方达成的共识，中国、伊朗、俄罗斯于3月11号至15号举行安全纽带2024联合演习。演习由伊朗海军主办，三方共派出10余艘各型舰船参加。联演以反海盗、搜救为主要内容，共分港岸对接、海上演习、总结闭幕3个阶段。这次联演有助于加强中伊俄海军之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展示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积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意愿和能力。中方参演兵力为第45批护航编队导弹驱逐舰乌鲁木齐舰、导弹护卫舰临沂舰和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乌鲁木齐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该舰是海军首艘以新疆城市命名的军舰。2018年年初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满载排水量7000余吨，具有较强的对海、对空、对岸、反潜等作战能力，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海上巡逻、警戒、护航、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该舰曾参与2022年的中伊俄三方海上联演。临沂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该舰2012年11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满载排水量4000余吨，具有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的作战能力，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综合作战能力。东平湖舰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2015年12月加入海军战斗序列，满载排水量2万余吨。该舰可进行横向、纵向等多种形式
式的补给，具有适配性强、补给速度快、保障效率高等特点。一方参演兵力为阿尔伯兹号护卫舰、贾马兰号护卫舰等10余艘舰船，俄方参演兵力为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沙波什尼科夫海军元帅号大型反潜舰。瓦良格号是俄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旗舰，排水量过万吨。演习的科目呢，其实大概的保持就打击这个海盗呀，打击海上走私呀，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啊。这也跟这个演习举办地就是阿曼湾它自身的一个特性是密切相关的。此次举行中伊俄联演的阿曼湾位于阿拉伯海的西北海湾，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伊朗之间，东西长约560公里，最宽处360公里，东接阿拉伯海，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湾相连。两湾周边都是世界重要石油生产国，阿曼湾因而成为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也是从阿拉伯海和印度洋进入波斯湾的海上交通要冲，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当前因巴以冲突外溢导致的红海危机持续，也门胡塞武装以美国为首的护航联盟的相互军事行动，对这一区域的海上安全带来严重影响。据统计，去年11月以来，胡塞武装已对红海航线发起至少60次袭击，美英则以空袭震慑。就在当地时间11号，也门港口城市荷台达和其他西部沿海地区遭到至少17次美英联军的空袭。而这种冲突也有进一步扩大到阿曼湾的迹象。欧盟上月就宣布启动红海和海湾地区护航行动，以维护其商业和安全利益。该行动将在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海上交通线，以及红海、亚丁湾、阿拉伯海、阿曼湾以及波斯湾的国际水域进行。自从上个月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透露此次中伊俄联演，西方舆论就不断对此做出一些无端猜测，宣称三国海军的互动表明在当今条件下，中俄对伊朗的支持。美国《华盛顿时报》当时报道称，在美国发起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1天后，伊朗宣布将与中俄进行海军联演。伊朗与胡塞武装有着长期的军事和外交关系。《印度时报》声称，三国准备进行一场令人生畏的海上联合演习，这标志着在西亚地区形成统一战线。但实际上，中俄伊海上联演始于2019年、2022年和2023年分别举行，并于2023年被正式定名为安全纽带，而且所有4次联演均在阿曼湾举行，显示该演习已经实现常态化，是三国之间的正常军事合作活动，不针对第三方。俄卫星通讯社当时曾援引俄罗斯著名军事问题专家瓦西里卡申的话称，显然加强三国海军的协调行动正成为定期演习的主要目的之一。引人关注的是，俄罗斯国防部在介绍此次演习时表示，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阿曼、印度和南非海军将派人员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演习。康杰分析，巴基斯坦、印度和阿曼都是阿曼湾及印度洋沿岸国家，相关海上通道安全与其利益攸关。而南非与中伊俄三国同为金砖国家成员，这些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参演都在情理之中。阿塞拜疆与哈萨克斯坦作为2个内陆国家参演，则是因为他们与俄罗斯到伊朗的跨里海的南北运输走廊密切相关。康杰认为，这些迹象也预示着安全纽带系列演习不仅会常态化，还有可能进一步多边化，共同维护这一区域的和平稳定，凸显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海洋所带来的安全和发展的这个利益呢，它不仅仅是说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阵营的国家，应该去垄断的，而是这个所有的这些国家，特别是这些沿岸的国家，从这个海洋的经济活动中啊，从这个海洋的这些权益当中啊，去共同享有的。这也是我们体现出我们和这些美西方他们现在所秉持的一种霸权的一种阵营对抗的这样的理念的一些根本的不同。菲律宾近期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不断，而一些不是南海当事方的国家或者域外国家也频频介入南海问题。对此，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奉劝某些域外国家不要成为南海的搅局者和肇事方，如果真心想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就应当支持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提问，菲律宾外交部今天表示，中方向菲方提交了许多关于南海领土纠纷的概念文件。菲方称，因为中方倡议违背菲律宾的主权，菲方不会考虑中方提交的概念文件。中方对这有何评论？中方从中菲双边关系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出发，
向菲方提出管控海上局势和开展涉海合作的倡议。这充分体现了中方愿通过谈判协商管控分歧的诚意和善意。但令人遗憾的是，菲方迟迟不予回复，还在海上频繁采取侵权挑衅行径，严重损害双方沟通合作的氛围。当地时间11号，白宫发布拜登提出的2025财年预算计划，总额约为7.3万亿美元。这笔创纪录的预算案中，包括专门与中国竞争的40亿美元强制性支出。另外，预算案中还强调要加强对台军事援助，并首次为台湾单独列出一个项目。拜登政府公布的2025财年预算提案总额高达7.3万亿美元，显著高于2024财年的6.9万亿美元。这笔创纪录的预算案中，除了列明增加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为富人增税等国内经济政策外，还夹带大量涉华消极内容，包括专门与中国竞争的40亿美元强制性支出，目的是在印太地区和国际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改变游戏规则的投资，以超过中国。需要指出的是，拜登政府提出的新财年预算案涉华内容，与其上周发表的本届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一脉相承。当时拜登就多次鼓吹中美竞争，并错误地将中美经济定义为此消彼长的关系。 For years, I've heard many of my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friends say that China is on the rise and America's falling behind. They've got it backwards. I've been saying it for over 4 years, even when I wasn't president. America's rising. We have the b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美国国务院负责管理和资源事务的副国务卿韦尔玛11号在记者会上对涉华预算做说明时就声称，必须运用一切可利用的工具，确保在竞争中击败中国。 We are requesting $2 billion to create a new international infrastructure fund, which will outcompete China by providing a credible, reliable alternative to PRC options. Additionally, we are seeking $2 billion to make game-changing investments in the Indo-Pacific. 路透社认为，美方提出的此项投资计划瞄准的正是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报道提到，长期以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比，美国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的努力相形见绌。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院还请求另外一笔40亿美元的裁量性支出，目的是通过对外援助和外交接触来推动印太战略的实施，加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深圳卫视记者查阅白宫网站发布的2025年财年预算案全文，发现这项40亿美元的预算包括21亿美元的所谓双边和区域对外援助，含1亿美元对台援助，另有6200万美元用于东盟，还有针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等。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新闻稿中透露，这笔1亿美元的涉台预算将通过军事融资贷款方式向台湾地区提供军援，并渲染称目的是为驻台强化嚇阻。外界注意到，去年8月，拜登首次提出提供台湾8000万美元军事融资的方案，并于11月签署，是美国首度以军事融资贷款的方式对台军援。不过，韦尔玛同时澄清，这次编列的1亿美元并不包括美国特种部队在台协训。 We break out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and have a specific line item for it. I think this is the tradi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相关涉台内容在岛内传开后，民进党当局忙不迭表示感谢，但岛内主流舆论表示担忧。美国此举对台湾民众来说都是把战火引向台湾的外债，只有民进党当局还甘愿当棋子。这1亿美金不是送给台湾人，是送给美国人。这几年在美国已经形成了相关的产业链，所以他们就可以从中获利。这里面多少工作机会，多少经济指数啊！是好，所以呢，这个东西对他来讲，美国来讲是稳赚不赔的。另外，这一份预算案里还包括8500亿美元国防预算，较上一年度增长1%，其中首次要求将美国库存中淘汰的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转交给台湾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楠向深圳卫视分析，仔细阅读美国新财年的国防预算，不难发现，美军目前的产能是个大问题，其首要目的还是要确保对乌克兰的军援。美国一方面宣布对台加码援助的计划，是因为拜登要在大选年加大力度打台湾牌，以争取更多选票；另一方面，对台军售的来源是淘汰武器库，也反映出美国的力不从心。美国军方一直存在一种说法，就是美国军方的研发能力非常强。
强，但是它的产能是跟不上，并且要完成自己的军事现代化的这样一个进程，这就导致了美军一方面它对台湾出售武器是一个去库存。法新社指出，除了涉台内容外，五角大楼编列的新财年国防预算，实际上还有多处针对中国，包括99亿美元的太平洋威慑计划支出，以增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部队和设施。美国陆军预算总监马克·贝内特更是直言，为应对中国，预计将大幅增加在太平洋地区举行军事演习的需求。As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states, the PRC is our pacing challenge. It is the focus of our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And as I've said before, the Army has 3 major roles to play in the Pacific. The first is in helping to establish integrated deterrence as part of the joint force. So we fund in this budget $461.4 million in FY25. 就在拜登政府发布新财年预算案的同一天，美国主要情报机构领导人出席国会听证会，并在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大肆渲染，在大国竞争、跨国挑战和地区冲突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正面临日益脆弱的世界秩序，中国等国正挑战美国长期主导的国际体系。针对卫视注意到，报告不仅恶意揣测中俄之间正常的贸易往来，还捏造中国试图利用技术影响美国大选、扩大美国社会分歧等荒谬说辞。对于美方近日多次渲染中国威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竞争不是中美关系的底色，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国面临的问题。美方所谓的竞赢，并非你追我赶、共同进步的良性竞争，而是处处给对手下套使绊子的恶性竞争，是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乃至人类前途命运为赌注的豪赌，只会将中美推向对抗冲突。俄乌冲突进入第3个年头，西方对乌军事援助放缓，乌军前线部队严重缺乏武器弹药和兵力，近期在俄军连番攻势下处于下风。在此背景下，西方动作频频，恐将再次突破所谓红线，支援乌克兰。针对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近日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对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的提议持开放态度，认为通过英国向乌克兰最终运送巡航导弹是一种选择。根据报道，如果通过武器交换的方式援助乌克兰，德国可以向英国移交金牛座巡航导弹，英国政府则可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风暴阴影导弹。卡梅伦也表示，交换武器是可能的，这可能会消除德国总理舒尔茨的担忧。他希望与德国伙伴密切合作，帮助乌克兰。不过，舒尔茨的担忧明显没有消除。他说，在乌克兰部署金牛座导弹的理由不充足，即便以间接的方式也不行。他强调，如果要确保乌军不用这种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就得派德国军人监管，那将导致德国与俄罗斯直接冲突。金牛座空射巡航导弹射程达500公里，可低空飞行，具隐身性能。此前，法英两国已经分别向乌克兰提供斯卡普1G 和风暴阴影巡航导弹，与金牛座性能相似，射程却只有250公里。乌军此前曾多次用风暴阴影和斯卡普1G 攻击克里米亚大桥、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和战舰等目标，给俄方造成不小的损失。俄冲突进入第3年，陆续有欧洲国家对外放话，称西方国家可以向乌克兰派兵。但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并没有向乌克兰派兵的计划。即使个别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派兵，也不会影响整个北约，因为北约成员国受集体防御条约的约束。但斯托尔滕贝格同时表示，现在不是谈论乌克兰人投降的时候。以回应罗马教皇此前关于举白旗的言论，他重申，为了实现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必须向乌克兰提供必要的军事支持。We want a negotiated, peaceful, lasting solution. The way to get there is to provide the military support to Ukraine, because what happens around a negotiating table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strength on the battlefield. 罗马教皇方济各发表举白旗言论后，乌克兰外交部召见了梵蒂冈驻乌克兰大使，以表达不满。乌克兰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罗马教廷领袖不应该发出使强权合法化，并鼓励其无视国际法准则的呼吁。他应该向国际社会发出信号，表明需要立即联合起来，以确保正义战胜邪恶。他应该向发起攻击的人，而不是向遭受攻击的一方发出呼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目前乌克兰还能坚持，乌克兰不需要外国军队，但欢迎来自北约国家的教练和技术人员。泽连斯基还发文称，乌克兰已开始修建3条总长2000公里的防御工事。此前有报道称，自今年年初以来，乌克兰政府已拨款约5.25亿美元用于建设防御工事。欧洲对乌克兰的态度出现分歧，美国立场备受关注。美国巨额援乌法案在国会众议院正面临障碍。当地时间11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场听证会上再次推动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他说，在获得补充援助的帮助下，乌克兰可以在2024年底、2025年初重新获得进攻主动权。I think without supplemental assistance in 2024, you're going to see more of Avdiivkas. And that, it seems to me, would be a massive and historic mistake. 当地时间3月12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宣布，美国向乌克兰紧急提供价值约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乌克兰目前急需的炮弹、防空导弹、反装甲系统等等。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这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急需武器的可持续解决方案，美国仍然需要国会通过提供额外军事援助的法案。俄乌冲突爆发2年多来，美国不但没有劝和促谈，反而不断加码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一再为俄乌冲突火上浇油。美国知名记者卡尔森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就提到，俄乌冲突期间，美国将俄罗斯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这一主要国际支付处理系统中移除，并没收与俄乌冲突无关的俄罗斯普通人的财产。这一系列的操作都是美国政府利用美元和制裁制度玩弄的最强硬政治手段，它摧毁的是美国本体经济。What is the message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Get the hell away from the United States.These people, if they elect somebody who's senile like Biden or someone who doesn't like us, they will use the dollar and sanctions to destroy us. Get away. There's not a safe haven anymore. 西方势力不断拱火，正面战场也持续拉锯。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过去1天，俄军在库皮扬斯克、顿涅茨克等方向打击乌军，还控制了顿涅茨克方向的涅韦尔斯科耶定居点。同一天，乌军则称，乌军对俄军人员及军事装备集中区指挥所等实施打击。乌克兰防空部队还在12号凌晨摧毁了俄军22架攻击型无人机中的17架。另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12号一架伊尔76运输机在俄罗斯伊万诺沃州坠毁，机上8名机组成员和7名乘客全部遇难。目前还在调查飞机失事原因。这是今年以来伊尔76运输机发生的第2起坠机事故。就在俄乌冲突仍在激烈进行之际，却传来了俄海军司令被解职的消息。据俄媒称，俄海军总司令尼古拉叶夫梅诺夫已被解职，由北方舰队司令亚历山大·莫伊谢耶夫接替其职位。如果这一消息得到证实，叶夫梅诺夫的去职将是自去年俄空天军总司令谢尔盖·苏洛维金被解职以来，俄罗斯军方高层的最重大人事变动。对此传闻，克里姆林宫则拒绝置评。现年61岁的叶夫梅诺夫于2019年5月被任命为俄海军总司令，此前曾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和北方舰队。然而，这位俄海军总司令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处境却越来越尴尬。俄黑海舰队一共80多艘舰艇，但截止目前，至少有20艘舰艇被乌军偷袭击毁，其中包括旗舰莫斯科号、登陆舰凯撒库尼科夫号等大型舰艇。